到小丽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可能是我年度最爱的书——汪曾祺《人间有味》。为什么说是年度最爱呢？因为这真的是一本完全不会浪费你一分一秒的精华作品。汪曾祺从各路风土人情写到各地美食美景，再到社会文艺评论，简淡清新的语言。茶馆离翠湖很近，从翠湖吹来的风里时时带有水浮莲的气味，随手一翻，提神醒脑，清凉健温，非常舒适。这本书是几年前我在北京逛胡同时买的，当时只是想随手翻翻。我一开始以为这是一本非常适合做短视频的书，所以为了做这期视频，我就又去把它从头到尾翻了一遍。翻完之后，我发现不行，这本书读得我实在是太舒服了，绝对不能做短视频。汪曾祺还是汪曾祺，你爸爸还是你爸。这本书最打动我的地方在于3个关键词：幽默、真诚、平和。幽默是他的风格，真诚是他的表达手法，平和是带给读者的阅读感受，而把所有串联在一起的，则是汪曾祺清澈的童心。读汪曾祺总有很多让读者会心一笑的机会，他的很多幽默来自于对地方文化的呈现。比如说在胡同文化中，他说北京人的方向感很强，老两口睡觉，老头子嫌老太太睡觉挤着他了，说你往南边去点。有时他的幽默是暗戳戳的，带着点弦外之音的。五味里讲北京人过去不吃苦瓜和木耳菜，近些年则开始改变口味，北京人在口味上开放了。北京人过去就知道吃大白菜，由此可见大白菜主义是可以被打倒的。有时他也可以很 savage， 但是却又不咄咄逼人，讲自己在高级茶楼喝碧螺春，建筑原来是一个土豪住宅，道士都雕了花，8星庆寿，福禄寿3星，龙凤牡丹真是集恶俗之大成。然而后面还是要诚实的补上一句，但碧螺春真是好。如果你也曾经困惑过写文章时如何做到精心雕琢，但又不让文章显得造作，一定要读读汪曾祺。真诚的表达方式不是说话直，而是一种极简却又可以4两拨千斤的无废话艺术。我这里随便举几个文章中读着很戳人的句子。写儿时对家乡高邮湖的记忆，黄昏了，湖上的蓝天渐渐变成浅黄、橘黄，又渐渐变成紫色，很深很深的紫色。这种紫色使人深深感动，我永远忘不了这样的紫色的长天。写国共内战时期，他在午门博物馆独自工作，四处无声，异常安静。我有时走出房门，站在午门前的石头坪场上，仰看满天星斗，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就我这里一点是热的。直接抒情都能处理得这么干净，更别说间接抒情了。为沈从文写的悼文最后一段，沈先生家里有一盆虎耳草，种在一个椭圆形的小小钧窑盆里，很多人不认识这种草，这就是边城里翠翠在梦里采摘的那种草，沈先生喜欢的草。写追忆祖母的最后一段，我年轻时没有人说过我像祖母，大概年轻时不像，现在我老了，像了。看似都是闲笔，却用简单具体的意象将情绪隐含其中，力拔千钧，像是抿了一口酒，刚入口平淡如水，当它划过喉咙时，才迸发出那种厚重的有层次的味道。抒情是如此，议论也是如此，怎么才能把自己的意见说清楚，但又不较真不学究呢？汪曾祺是这么表达自己的教育观的。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调直最没有意思。不是最不好最不值得推崇，而是最没有意思，态度清晰却也不佯装绝对客观，表达对当代文化领导的批评，他也不兜圈子。老舍先生这样作家领导的作风在市文联留下很好的影响，大家都平等相处，开诚布公。这种领导风格正是我们今天很多文化单位的领导所缺少的，直接爽快却也点到为止。这样的例子真是太多了。汪曾祺的神奇之处在于，他的语言明明都很口语化，像是在扯家常，却读着很爽，刀切水洗一般，没有任何的多余动作，一气呵成。不过我觉得汪曾祺读起来最舒服的地方还是在于他的很多表达都是意在言外却不必明说的。他写社会议题，写文艺评论，能够用幽默真诚去化解表达观点时很难避免的争论性，价值很正却不带任何戾气，清晰却又平和。比如胡同文化里，汪曾祺说自己想召集邻居2个老北京为被欺负的女孩子伸张正义，2个老北京却告诉他，叫他认错门儿也没有，忍着吧。
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他感叹道：“睡不着眯着这话实在太精彩了。睡不着，别烦躁，别起急，眯着，北京人真有你的。”他是真的觉得这种街坊文化精彩，为之高兴吗？肯定不是。但你说他是在讽刺吗？好像也不是，没有什么讽刺那种想要扎你一下的感觉。他似乎更多的是从民间文化的角度去欣赏和理解北京人这种逆来顺受、诙谐自嘲的生存习惯，而不是在看这种态度正义与否。虽然他的价值判断依然隐含在语气之中。另一个例子是面茶，大概描述了面茶是什么、怎么喝之后，就是说汪曾祺真的非常会写诗的。我这个不喜欢喝面茶的人，看了他的描述之后，都想要再去整2碗。汪曾祺话锋一转，面茶锅里是不能煮什么别的东西的，但是北京人却与想象中在面茶锅里煮各种东西，比如面茶锅里煮元宵，混蛋。他讲起自己所任职的中学是由2个学生自封校长和教导主任创办的，却入不敷出，工资也开不出来。教员于是骂这2个学生官，一个是面茶锅里煮铁球，混蛋到底带砸锅；一个是面茶锅里煮皮球，说你混蛋你还一肚子气。他是在单纯描述面茶相关的语言文化吗？似乎不大像。汪曾祺是20世纪40年代在昆明任职的，而这篇文章写作于1997年，联系这其中他所生活过的社会政治环境，言外之意是不少的。但是你要想探明他到底在讽刺、批判什么，却又有先强附会的嫌疑，汪曾祺可能会笑你也是面茶糊涂。我们其实可以看出，这种平和和幽默是密不可分的。汪曾祺对于中国人的品性习惯洞察不亚于鲁迅深刻，但比起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写作，汪曾祺更多的是通过烟火气的诙谐来诠释生活。在《城隍土地灶王爷》中，汪曾祺一方面写了中国底层人民伟大的力量愚昧，但同时也着重写了送灶时给灶王爷吃关东糖粘住他的嘴，以防他给玉皇大帝告密这种有点搞笑的习俗，并说也许正是这点幽默感使我们这个民族不致被信仰的铁板封死。换句话说，人间有味的汪曾祺用官方的标签说是抒情的人道主义者，用白话说他写字不用力过猛，情感充沛但又不刻意煽情。他说地狱文学曾经是儿童文学，一切文学达到极致都是儿童文学。的确，地狱文学中的风土人情必然会与作者的童年故土的情感有关，而洞察世事却依然保持着幽默的视角、真诚的表达态度和平和的悲悯心，不也正是一种返老还童吗？想起史铁生说的，终点是我们出发的地方。感谢纽约法拉盛江南餐厅为我们提供场地支持，谢谢大家收看本期小不列党。小不列党希望营造开放自由讨论空间，并希望大家能够在讨论下架的学习中每天喜欢文学多一点。我们下期再见吧。